今天我们来聊聊许多老年朋友都关心的一个话题：凌晨3点到5点为什么总是醒来？许多60、70岁的长辈半夜常常在这个时间突然睁开眼睛，之后就再也睡不着。你是否也有过这种经历呢？明明天还没亮，自己却清醒得像白天一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的是失眠吗？还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在向我们发出某种求救信号？其实凌晨早醒在老年人中非常普遍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睡眠规律和生理机能都发生了变化。很多长辈晚上大约9点、10点就困倦上床，到了凌晨3、4点，生物钟便提醒他们醒来。俗话说，人越老觉越少，这话有一定道理。因为调节睡眠的激素，如褪黑素分泌会随年龄增大而大幅减少，到了晚年几乎所剩无几，深度睡眠的时间缩短，整体睡眠时长也比年轻时少了许多。所以如果您年过60，就别指望还能像年轻时那样一觉睡8、9个小时不醒。对大多数60、70岁的长者来说，每晚睡5、6个小时其实已经足够，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。换句话说，凌晨早醒有时并不一定是疾病征兆，很可能只是您的身体进入老年阶段后的自然反应。不过如果您最近经常在固定的凌晨3、4点醒来，而且醒后明显感到身体不适或情绪异常，那就要当心了。这种反复早醒有时可能真的是身体在求救。从中医到西医都有各自的解释。中医讲究子午流注，凌晨3点至5点属于肺经当令。如果这段时间老是醒，甚至伴随咳嗽、胸闷，可能提示肺功能出了问题，需要留意慢性支气管炎、哮喘等呼吸道疾病。又比如凌晨1点到3点是肝经当令，虽然您未必在这个点醒来，但如果半夜2点左右经常惊醒出汗，还是应该注意肝脏的调养。从西医角度看，凌晨早醒往往和几种健康隐患有关，其中之一就是心理情绪问题。早醒是抑郁症的一个典型表现，很多情绪低落的患者半夜常常提早醒来，陷入胡思乱想而再难入眠。如果您近期心情持续低落，半夜频繁早醒，这很可能是心理在向您发出求助信号，提醒您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。心脏问题也可能在凌晨时发出警报。医学研究显示，心绞痛、心律不齐甚至心梗、中风等心血管事件往往在清晨时分高发。如果您每次醒来时都伴有胸闷、心慌，甚至出汗气短，那千万不能大意，这可能是心脏在示警，该留意我了，建议尽早就医检查心血管状况。此外，内分泌失调也会导致半夜易醒。举例来说，甲状腺机能亢进的人，新陈代谢过快，交感神经太过兴奋，往往睡不踏实，容易在半夜惊醒。而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人，可能因代谢变慢而罹患睡眠呼吸暂停症，导致夜间频繁醒来，甚至鼾声如雷。这2种情况都需要透过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来加以控制。还有一个常见原因就是夜尿问题。随着年龄增大，很多人都有夜间频尿或前列腺方面的困扰，半夜不得不起床上几趟洗手间，一折腾睡意全无。如果您经常是被尿意憋醒的，那就要注意泌尿系统和血糖是否出了问题，因为糖尿病或肾脏疾病都可能导致夜尿增多，从而严重干扰睡眠。控制晚间饮水量，睡前2小时避免大量喝水，并积极治疗泌尿系统疾病，是减少夜间觉醒的重要措施。可见凌晨3、4点总是醒来，背后可能隐藏着许多潜在的健康问题。难怪有人说半夜醒来其实是身体在向你求救。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，千万不要忽视这种信号。如果频繁发生早醒，最好咨询医生找出根源，对症调理身体。但话说回来，在半夜醒来的当下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很多人一醒来会不知所措，甚至做出一些错误举动，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。现在我们就来分享凌晨醒来时绝对不能做的3件事。只要了解背后的原因，避开这些常见误区，您就能更从容地应对半夜早醒，甚至慢慢改善自己的睡眠质量。第一件事，不要马上看时间或玩手机。许多人半夜惊醒后，下意识就会瞄一眼床头的时钟，
或者干脆拿起手机看看现在几点。年轻的时候也许习惯临睡前刷手机，上了年纪如果还保留这个习惯，那在半夜更是雪上加霜。这个动作看似微不足道，实则是伤害睡眠的大忌。试想一下，当你发现现在才凌晨4点，离天亮还有2-3个小时时，会不会开始紧张？您也许心想，糟糕，只剩这么点时间睡觉了，明天怎么有精神呢？这种焦虑一上来，反而更睡不着。更何况，一旦您打开手机萤幕，那刺眼的蓝光直射眼睛，相当于在告诉大脑，天已经亮了。大脑会立刻抑制褪黑素的分泌，启动白天模式，让您彻底清醒。这样一来，再想睡回去就难上加难了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半夜接触强光会干扰人体生理时钟，使睡眠相关荷尔蒙分泌发生紊乱，不仅当下更难入睡，长期下来还可能导致肥胖、免疫力下降、情绪低落等健康问题。所以，半夜醒来千万别看手机，别去看时钟，更不要开始刷新闻、回讯息。一种简单有效的做法是，睡前就将闹钟转过去，不让自己随时看到时间，手机则远离床头放置，半夜想拿也够不着。这样能帮助我们克服好奇心，不至于一醒就盯着时间看，给自己一个黑暗且没有时间压力的环境，才能让身体继续分泌让我们入睡的激素。心态上也请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就算这时醒了也不要紧，放松躺着休息就是对身体最好的充电，别因为看到时间而徒增焦虑。其实半夜偶尔醒来，还可能是大脑在进行夜间自我清洁的时刻。最近有研究发现，人熟睡时，大脑中的脑脊液会在神经元之间脉动流动，清除白天积累的代谢废物和毒素。如果这时醒了，不妨暗示自己，也许我的大脑正在忙着打扫卫生呢。只要我们不去打扰它，不给自己心理压力，很可能过一会儿，您又会有困意，重新睡着。总之，记住，别看时间，别碰手机，保持环境黑暗和平静，这是半夜醒来要遵守的第一原则。第二件事，不要猛然起身，立即下床活动。人在睡眠状态下，全身生理机能都处于低速运转模式，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较差，一觉醒来血压容易不稳。如果突然翻身坐起，甚至马上下地行走，很可能出现头晕目眩，严重时还会造成体位性低血压，导致大脑瞬间供血不足，出现晕厥甚至摔倒的危险。特别是在凌晨3-4点，身体还处于半睡半醒之间，各项指标都比较低，经过长时间平躺不动，血液回圈变慢，粘稠度升高，心脏和大脑暂时处在供血不足的状态。如果这时猛地一下从床上爬起来，心脏来不及适应剧烈的姿势改变，可能无法立刻把足够的血液送往脑部，结果就容易出现眼前发黑、站立不稳，甚至诱发心绞痛或中风等急症。有不少清晨发作的心脑血管意外就与起床过猛有关。对于60-70岁的长者来说，半夜醒来更加要避免猛然起身这个动作。那该怎么做呢？正确的做法是给身体一点缓冲时间。半夜醒来后，先别急着做任何事情，可以闭上眼睛，在床上躺1-2分钟再说。如果感到有点口干，可以先慢慢转动身体侧躺，伸手拿水杯小啜1-2口水润润喉，再继续平躺放松。您也可以在被窝里活动一下四肢，比如轻轻转转脚踝和手腕，活动活动膝盖、肘关节，顺便伸个懒腰，打个哈欠，让全身的血液循环逐渐加快，然后再慢慢的将身体转向床边，先扶着床沿坐起来。刚坐起时别着急下地，先在床沿稳坐半分钟至1分钟，期间可以闭目深呼吸几次，确认自己头脑清醒，没有头晕，心跳和血压也适应了坐姿。这时再站起来，活动会更安全。很多养生专家都建议养成睡醒先床上坐的习惯，尤其对老年人非常重要。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，猛地爬起跑去洗手间或做别的事。特别提醒，如果半夜需要起床上厕所，一定要注意2个字：慢、稳。动作放慢，先坐稳再站起。站起后也先扶着床边或墙壁站定几秒，确认没有眩晕再移步。最好开一盏小夜灯照明，避免摸黑行走发生危险。
这样做虽然看似麻烦，但对于夜间醒来的长者来说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总之，半夜醒来，请记住不要猛起床，给身体一些缓冲和过渡，稳住阵脚再行动。这不仅能降低风险，也有助于您放松心态，为再次入睡创造条件。第三件事，不要进行刺激性的活动或摄取刺激物，也就是说，半夜醒来不要折腾自己。有些朋友睡不着了，干脆起来找事情做，比如一醒来就开始晨练、跑步、打太极拳，或者突然兴致来了，开始做家务活，洗衣拖地忙个不停。还有人则索性打开电视看剧、看球赛，甚至点上一根烟，泡一壶浓茶来打发时间。这些做法看似是在利用时间，实则对健康和睡眠非常不利。首先说运动，不少长辈认为早起锻炼身体好，其实过早、过猛的晨练对老年人的危害很大。清晨时段，人体的交感神经已开始启动，如果这时就进行高强度运动，会让交感神经更加亢奋，体内肾上腺素大量激素飙升，此时别说再入睡，人会越跑越清醒。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，凌晨时血压容易波动，血液粘稠，贸然运动会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。再者，天没亮就跑到室外，气温往往较低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相对不足，一不小心还容易诱发关节炎或哮喘等问题。其实，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最佳的晨练时间是太阳出来之后。如果您凌晨醒来觉得精力充沛，想活动一下，也建议在室内做些缓和的伸展运动即可，千万别贸然进行剧烈锻炼。再说脑力劳动或家务劳动，半夜起来开始埋头做事，不管是用脑还是动手，都会让大脑彻底进入工作模式，身体体温上升，警觉性提高，与睡眠状态背道而驰。哪怕把自己搞累了想补觉，这样打乱生理节奏也会让您的生物钟更加混乱。更何况夜里人体各项机能都没完全苏醒，如果此时逞强做家务，可能一不留神闪了腰，拉伤肌肉，反倒增加身体负担。对老年朋友而言，劳逸结合很重要。半夜醒着的这段时间，不妨视作是给身体的休息延长线。既然睡不着，也不要过度消耗体力或脑力，保存点体力，等天亮后再发挥，对健康更有利。最后提醒的是饮食刺激。很多人清晨习惯来杯咖啡或浓茶提神，但如果您在凌晨4点就把咖啡因灌进肚子，等于提前几个小时把自己强行唤醒，那剩下的时间肯定更难再睡着。而且空腹喝浓茶、浓咖啡对胃刺激很大，容易导致胃酸分泌过多，反而让您更加不舒服。同样道理，抽烟更是要不得。不少老烟枪一醒来就忍不住点根烟，但尼古丁会使血管急剧收缩，心率血压上升，在夜间这种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，大大增加心血管意外的风险。还有些朋友睡不着，干脆去吃点宵夜填肚子，这也是不可取的。半夜进食会加重肠胃负担，还可能让血糖忽高忽低，干扰睡意，长期下来对健康十分不利。至于有人想着要不再吞颗安眠药试试，这更要不得。临时加服安眠药非常危险，因为药效可能持续到第二天早上，让您起床时头昏脑胀，走路不稳，增加摔倒风险。如果之前半夜醒来已有自行加药的习惯，一定要向医生咨询调整您的用药方案，千万不要靠自己乱增减药量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总而言之，半夜醒来不要折腾自己，无论是让大脑兴奋起来的活动，还是刺激神经的饮食和药物，都暂时避开吧。当下最需要的是让身心保持平静，才能为再次入睡创造有利条件。说了这么多禁止项，可能有长辈要问了，那半夜醒来我究竟该做什么呢？首先，如果没有明显的不适，其实什么都不做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我们可以按照前面说的方法，先安安静静躺一会儿，或者坐在床边休息放空自己。有人即使一时半会儿睡不着，但闭目养神对身体也是一种休息，不需要太焦虑。其次，如果你已经躺了20-30分钟，还是完全没有睡意，可以考虑换个环境，轻微活动一下。睡眠专家建议，与其躺在床上干着急，不如离开卧室，到客厅或书房，做一些放松身心的事，把注意力从我要睡着这个念头上转移开。比如，您可以在昏暗的灯光下翻翻杂志书报，
内容宜简单愉快，不要选择让人紧张刺激的读物，或者戴上耳机听几首舒缓的音乐，收听一下电台里轻松的节目，让音乐声陪伴自己慢慢入眠。还有一个方法是放松训练，例如深呼吸练习。您可以坐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用鼻子慢慢吸气到肺部和腹部鼓起，心中默数4拍，然后再用嘴巴吐气默数4拍，如此反复多次，专注于自己的呼吸节奏，想象身体随着呼吸渐渐沉入床铺的感觉。几分钟下来，副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，人就会开始发困了。等重新感到明显的睡意时，再回到床上躺好，尝试入睡。透过这样的转移注意力和身心放松，往往能帮助我们度过这段清醒时间，再次进入梦乡。记住，全程都要保持灯光昏暗，动作轻柔，别做任何让自己兴奋的事。这样既遵守了前面的3不要原则，又能有效地帮助自己重新入睡。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当您凌晨5点前就算醒了，一定不要做的3件事分别是：不要看时间，不要玩手机，不要猛然起身，不要随意刺激折腾自己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请牢记这3不要原则：半夜醒来不看时间，不玩电子屏幕，不突然起身行动，不随意抽烟喝茶、乱吃东西或乱加药。避免了这3大误区，您的大脑和身体就有机会重新进入睡眠状态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注意日常的保养，白天适度运动，晚上放松身心，保持规律的睡眠作息。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再配合我们今天讲的3不要，很多老年失眠早醒的情况都能大有改善。当然，如果您长期被凌晨早醒困扰，又怀疑有潜在健康问题，一定要及时就医，在医生指导下解决问题。亲爱的长辈朋友们，睡眠是健康长寿的基石，希望大家都能避开上述误区，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节奏。即使偶尔半夜醒来，也能处变不惊，从容应对，安心地度过每一个漫长夜晚，重新迎接清晨的阳光。祝您今夜好梦，健康常伴。